在每个人成长当中，多多少少都走了不少冤枉路，而根本原因是缺乏了一些启发性的建议。所以以下的3个人生建议能越早知道越好。第一，正视金钱本质。许多人说金钱是万恶之源，但事实上很多人都是为了钱而烦恼。大部分人的一生都为生计而奔波，勉强维持生活。这就像老鼠赛跑，无论怎么跑都无法摆脱这个困境。如果你想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，前提你就必须了解游戏规则，就如融资、理财和 ESFI 四象图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永豪，今天为你讲解财富背后的观念。财富的背后往往离开不了融资，而融资的本质就是向银行借钱。但这社会大多数的时候教育我们不能负债，认为借钱会导致过度挥霍，导致负债累累。为了避免以上事情发生，我们就必须要把债务分为好和坏。我把它分为收益和非收益债务。收益债务就如房贷、投资、教育、商业贷款，其实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有潜能增加你的净资产。相反，非收益债务如购买车、奢侈品和信用卡，一旦你的收入无法跟得上债务，你就会陷入所谓的债务陷阱。这时候有些人可能会疑惑，银行的借贷成本也就是利息这么高，为何我们还要向银行贷款呢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先要了解银行本身是如何运作的。首先，银行本身是没有钱的，它主要是依靠我们的存款来获取资金。然而，为了吸引人们前来存款，银行也会提供一些利息给我们。你也许会听过那些定期和储蓄存款。如此一来，一旦银行有了资金，他们可以利用部分的存款从事不同的业务，比如贷款、信用卡和投资理财。此时，银行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存款借给不同等级的顾客，以赚取差价。至于为什么有部分的人能同时借到更高的金额和较低利息的贷款，这通常取决于个人或公司的信用评级、收入、利率、资产。前面的3个因素，我们之前的视频中有详细解释。关于资产，这其实就是回应了我之前提到的问题。借钱的目的就是为了累积资产，从而实现财务自由，并摆脱朝九晚五的生活，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生赢家。然而需要强调的是，财富的累积是一个漫长的投资策略，就像一步一脚印，有序可循。正确的资产是值得你长期拥有的，而我们能做的是在投资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理性和耐心。正如股神巴菲特和芒格所说的，真正的大钱不在于买卖，而在于等待。以下几个资产会帮助你得到优惠的贷款。第一，存款。好好利用你的银行存款，可以把存款转为抵押金，这样银行所借出的钱就能得到充分的保障。这会让银行知道你是有储蓄的，并因此而给予你优惠的贷款条件。举个例子，当你想购买房子时，如果你手头上有多余的现金，不如可以考虑放在银行的抵销账户 offset account，银行会乐意提供你更好的贷款利率，从而为你省下不必要的利息费用。第二，股票。股票也能用于借款。没错，那些顶级富豪，就如 Elon Musk 和 Bill Gates， 虽然他们都是亿万富翁，但他们本身是没有收入的，因为在有些发达的国家，他们的所得税 income tax 可以从 15% 至 50%， 因此没有收入就不需要交纳所得税。这就是富人的秘密，他们把薪酬的支付方式转换成公司的股票，随后他们不仅仅没有卖出手中的股票，反而是利用手中的股票作为担保，并向证券行借出低利息贷款，借来的资金可以进行更好的投资。这一来二去，他们不但用了 OPM Other People Money， 利用其他人的钱来省钱，也省下一大笔的资本盈利税 Capital Gain Tax。 就是每当你卖出股票，如果卖出的价格高于买价，那他们之间所产生的利润就是资本盈利税。假设你卖出2000元的股票，而你购买的价钱只有500元，那你的盈利就是1500元，这笔钱是属于资本盈利税。如果是30% 的资本税，你就要上交450元的税金。这就是为什么有钱人会越来越有钱，因为他们懂得利用手中的资
资源。要说到股票，就要有交易平台，而木木绝对是这个时代开发出来的交易平台。它拥有先进的功能，如图表功能、财报、各行各业的股票，而资本流向也能追踪大基金所购买的股票，不管是手机和电脑都容易操作。此外，不管你是老手还是新手，木木都会提供你免费的投资课程和模拟交易，好让你可以在线买卖，而不必担心亏损。对我而言，我更看重它的国际性和安全性。而木木不但提供了不同国家的股票和债券，而且手续费是相当实惠的，对于投资者来说的确相当实用。加上木木是 SIPC 的成员，也就是国际保护证券的投资成员，这就意味着我们投资的金额在平台里是有受到保险保护的，这就保障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如有兴趣者，可以在我底下的影片找到木木有关的注册链接，注册后可以拿到免费的股票券哦。第三，房产和土地，这类型的资产是银行最喜欢的资产之一，因为它们是属于实体和稳定的资产。正确的房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值，房屋的升值可以帮助你不断累积资产，从而实现你憧憬的生活。最后就是买车，虽然我并不鼓励用买车来作为贷款条件，因为车本身每年都会贬值，但是1至5年的车可以作为贷款担保，这有助于你获得相应数额的优惠贷款。有了贷款，往往就要正视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财商，在面对人类的天性贪婪，是否因为喜欢赚快钱而做出了不少错误的决策。在这里向大家说明，其实赚快钱本身并没有错，前提是要看清赚快钱的本质，如以下几项。第一，讯息的不对称，你是否掌握少数人知道的内幕消息，这就等于掌握了先机，掌握了快速增加财富的机会。然后你是否处在红利赛道的前端，就如投资股票一样，有些人在红利期间不管买什么股票都会升值，但股票也不可能只是会往上升，它也可能会往下跌，甚至有可能会全体崩盘。我再换一个荒谬的说法，如果一场比赛就只有3个人参加，不管怎样你都会拿奖。一旦越多人参加比赛，你得奖的几率就会变得更低。当越来越多人处在同一个赛道，利润就会开始降低。股票也是一样，这一段就是强调了选择和时机。赚快钱，即使选对了投资主题，也要懂得进场和离场的时机，最好能做到见好就收。最后，债务本身并不可怕，可怕在于无知的借钱而购买那些无收益的债务。下集我会提到理财和 ESFI income 如何为你创造价值。想看到更多有关的视频，请订阅、点赞、分享，谢谢。